活还没有干完，钱就转过来了，400米。主家说这台空调的话不制冷，出风口的温度是29度啊，证明的话一点都不制冷。刚才的话我也去外机那里看了，大小管的话常温一点都不凉啊。主家也说了，别人帮他检查过，说是藤管烂掉了，换藤管。我刚才给他报了价，换藤管的话是400块钱包搞好啊，不换藤管修的话是300块钱包搞好。我们现在下来再给主家确认一下，就开始搞。生命大于天，安全最值钱，下梯子一定要慢一点，小心翼翼，安全第一。你不搞这个是吧？我不跟你确认这个，那我自己确认了。你自己搞可以的。那么呢，就是主家的话在旁边，他是不愿意出镜的啊，不愿意出镜的话，我就一个人在这说一下好了啊，就是说这个价格的话已经跟他谈好了，是400块钱换藤管，他也答应了，但是他不出镜，不出镜也没关系，我现在就出去买材料啊，立马开始更换。就是靠外面这一台空调，主家说换藤管啊，别人帮他看过了，是要更换藤管。外机的话就是这一台外机，我们看一下藤管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啊？大管的话常温也不凉，小管的话也是常温也不凉啊。制冷剂是一个22的，现在开始收血种啊，关小管阀门。空调已关闭，电源已断开，现在开始拆大小管。空调大小管一拆，电源线一拆，准备放藤管下去。那么上面的话藤管已经拆了，我们再把机子拆下来换藤管啊，按老板的意思去做，老板说换就换。各位师傅们，你们在外面干活的时候遇到这种客户，你们该如何处理呢？因为之前他已经请了师傅帮他看过，说藤管坏了，他原本的把原话告诉了我们，说是藤管坏了换藤管。正常情况下，这种情况如果是我检查处理的话，我不会给他换藤管。其实我刚刚也给他说了，400块钱换藤管包搞好，维修300块钱包搞好。内机藤管就拉出来了啊，准备给他拆藤管换藤管啊。由于主家的话不愿意出镜，不管怎么说就是不愿意出镜，他还是选择了更换藤管。老板终于露面了，这还是我偷偷的拍的。他在这里东看西看，质疑这个藤管没坏。他说我没有工具，如果有工具的话，我自己焊一下就 OK 了。他说那个出墙洞那个地方是老鼠咬坏了藤管，所以漏血种。我说藤管坏了没办法处理，只能换了啊。我们的游击队2把刀半瓶水野路子啊，出来的话不带材料，没有材料，现买现卖的啊。赶紧把他原来的旧藤管拆下来，立即去外面买材料，买完以后马上更换新藤管，还用他原来的内外机连接线。没事的，叫你出镜自当网红好不好？老板很怕出镜，一招着他的话赶紧跑掉了。啊，我们的话赶紧把它拆掉。拆这个大漏膜的时候发出咯呀咯呀的响声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？这是咋回事呢，老铁们？拆这个小管就非常省力，非常轻松。那么我们今天换的藤管就在这里了啊，这个藤管的话没有用了，报废了，我们拿去啊，赶紧买藤管过来给他换藤管。很多老铁在后台说，豆哥，你这藤管既然报废了，为什么不折掉呢？还给它卷得这么漂亮，是不是再去下一家忽悠？那我现在就出去买藤管，买完之后立马过来给你换了。好，对，这藤管带走换藤管嘛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卖藤管这里啊，我们老板娘的话是个美女来着，她说你拍可以，不要拍我的脸。买好藤管直接扣好喇叭口啊，拿到客户家直接安装，这样的话省时省力。这是我们的一个老铁粉丝，他是我的真正的老铁啊。今天的话在买材料在这里遇到了。啊，再帮我穿这个保温棉，老铁啊，你看多好，买一条藤管，4个人帮我做事，老板拿尺子拉尺子，这个美女穿保温棉，老板娘也在穿保温棉，啊，这个老铁也在穿保温棉。这个保温棉穿好以后，下来的环节的话，我们打喇叭口。那么现在开始操作，打喇叭口的话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，就是这里面这个碎屑的话一定要搞掉，如果不搞掉的话，它一定会起双眼皮。啊，这个碎屑的话搞掉，啊，用这个修边刀的话一定要修掉。啊，老铁们能不能看到好多碎屑掉出来？这个的话是我原来的藤拉子，啊，你看，这根本都塞不进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的话，它这个是套9.5厘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老板娘她给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她这个10厘的藤拉子，啊，你看，
刚刚好套进去。那么下来的话，我们夹夹板打这个喇叭口。我们的夹板夹好了，现在开始打这个喇叭口啊，非常的方便。啊，这里一打滑就 OK 了。弄一下夹板，啊，拿下来，打得漂不漂亮？啊，这是什么话说？非常的光滑，非常的饱满，非常的圆润啊，和新的一样。我们看一下。啊，这里一放的话，这个藤拉子自然的滑起来了，非常的 OK。老板给钱。你看，老板是不是出镜的，只露一只手，18岁的美女，老铁们喜不喜欢看一下？看，一闪而过。啊，我看老板找了我多少钱？找了我20、30，啊，35块钱。那么呢，这个成本的话就是65，本身是66，啊，他看我这里也是老客户了，优惠我1块钱，是不是老板娘？是。啊，老板给我优惠了1块钱啊。这新藤管子买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接管。啊，下面管子拉直。啊，老板刚才质疑的话，我们这个藤管是不是新的？是不是原来那种旧的？啊，我给他解释了一番。藤管包好扎带，2把刀，游击队，半瓶水，野路子。啊，一个人包只能这样了。因为扎带不太够了，用刚才拆下来的包一点。铜管马上全部包好。穿藤管。上机，由于的话，它这个外机的话是在楼顶啊，楼顶的话藤管往上走，往上走了呢没办法啊，藤管的话它会往下掉，我们这里绑起来，绑起来以后等一下让老板的话去上面拉藤管。等，你好，你现在的话，你去上面拉那个绳子。放手啊！你去上面拉绳子。放手啊！你放。啊，现在的话，老板去上面拉藤管，我在上面的话挂机子，因为藤管太长了。老铁们，你们觉得换这3米藤管收400块钱还加这种好不好赚呢？啊，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好赚啊。活还没干好，老板的话他已经把钱转到我账上了。活还没有干完，钱就转过来了，400米。松一点，不要拉太紧了。啊，他在上面拉的太紧，拉松一点。啊，现在的话差不多。啊，这就挂起来了。挂好以后呢，这个排水管的话穿出去。啊，这稳稳当当的。啊，接好大小管。老铁们近距离看一下，这制冷剂现在只有1公斤压力。啊，小管现在也处于一个发白的状态。啊，这种小管呢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。那么有的老铁说，豆哥，你又在瞎搞啊！人家用的22的制冷剂，你给人家407C 的制冷剂，其实不是的啊，我是拿那个巨化的22的大罐的，22.7公斤那种大罐倒在这个里面的啊，只是用的罐子，把里面的血种排出来，反反复复排多几次，因为没有真空泵啊，老铁们不用担心啊，这种情况的话不会危险啊，它是22制冷剂，不会着火爆炸的，放心。小阀这里反反复复的排多几次，啊，它就会排干净。由于豆哥的话做人太实在了，这2瓶制冷剂的话都加完了，1瓶1000克，2瓶的2000克，全部加进去了，但是也排空排了一部分，结果到最后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啊，排完了之后的话，这个制冷剂的话不到3公斤，只有2.8公斤，啊，还不够。小管的话发白，那么怎么办？用完了，那么豆哥的话做人的话还是真诚做人。现在呢，马上出去买制冷剂，买好以后再过来加，啊，保证让它制冷 OK 为止。钱虽然已经收了，已经到账了，但是活的话一定还是要干好，要不然的话真的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啊，现在制冷剂的压力只有2.8公斤不够，我们现在立马出去买制冷剂再给它。啊，由于的话搞到最后了，制冷剂压力还差1公斤压力，现在的话我们出来买一罐，4、5块钱是吧？老板给钱。啊，放桌面上。
啊，老板娘不敢吃面。我们这出去买了个血种，回来的话，也大概就是10几分钟。啊，老铁们看一下这个小管的话，明显是发白。啊，小管发白的话就是制冷剂不够。啊，我们现在的话开始补加血种，接这个软管，空气排掉。啊，空气排了以后，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加血种。啊，现在已经开始加了，压力表针马上下来了。我们看下面的小管，啊，小管发白，马上就不白了，啊，小管这里瞬间化霜了，就差那么一点血种。现在的话，制冷剂的压力为4.5公斤，啊，大小管的话都微微结露，啊，小管的话更加冰凉，大管的话也开始发凉，啊，证明的话就 OK 了。啊，那么这台空调呢，藤管也更换完成了，啊，制冷剂也加了，老板的话钱也给了，唯一的呢就是老板的话不愿意出镜，啊，我们来的话出风口的温度是29度，现在更换完成以后呢，出风口的温度达到15.7度，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制冷效果啊，要不你上来确认一下效果吧。老板不来啊，他不来确认，那没办法了，我确认一下就可以了，反正钱是已经给了，那么呢就到此结束。老板是坚决不出镜。今天这台空调的话呢，其实我们也就是给它换了3米的藤管，啊，换了3米的藤管，这也是主家要求的。主家说，啊，你给我换藤管啊，多少钱，啊，其实的话，很多老铁的话，其实他不会这样问，很多老铁会说，啊，豆哥，我的空调的话不制冷，你帮我检查一下是啥问题，啊，该怎么处理？但是呢，这个主家呢，他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你给我换藤管多少钱，啊，别人你给他检查好了，那么呢，我今天就给他换了藤管。啊，3米藤管，这个是旧藤管，啊，其实这个藤管的话也是没问题的，去下一家的话照样可以用，啊，换了3米藤管，花了65块钱成本，啊，后面的话自己带的制冷剂的话不够用，啊，带的制冷剂不够用的话，我这边又买了，啊，制冷剂1瓶，啊，花了15块钱，啊，那么一起的话成本的话就花了80块钱，啊，他这边的话给了400块钱，中间有320的差价。落了这2条藤管，这2条藤管的话，去下一家照样可以用，啊，先放在箱子里面。这2瓶制冷剂的话，啊，今天的话也拿去用了，结果的话一下子就用完了，不够，后面又去买了，啊，3公斤压力嘛，小管发白嘛，后面又去买了1瓶一补，马上就好了。其实的话，我要少排一点的话就 OK 了。这种呢，用起来呢是很方便，但是呢，就是装的太少了。啊，只能装1瓶装1公斤。啊，那么这是一个焊具，都放在柜子里面。啊，这是我们拍照的一个工具，直播支架，3米的直播支架。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工具箱。啊，百宝箱。那么今天的话，这个主家的话，他死活就不出镜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不出镜。